他不由得呆了一呆。虽说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不应该在意这些，可他还是忍不住喃喃道：“说好的禁止急行呢？”蓝忘机拨开人群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满脸是汗、双眼紧闭、抱着肚子蜷在地上的魏无羡。学生们见到他来，都自觉地让出了一条道。蓝忘机快步走至魏无羡身边，半跪下，从同学手中搂过魏无羡，手上轻轻拨开他因冷汗粘在额边的碎发。魏婴，你怎样？魏无羡闻到一股子淡淡的檀香气，没有睁开眼便知道是蓝忘机。他身上一软，头一歪，靠在蓝忘机的怀里笑了笑，没事，胃疼。蓝忘机一言不发，一把将魏无羡打横抱在怀里，快速地往外走。魏无羡窝在蓝忘机的臂弯里，胃部仍然一阵一阵的疼，可却莫名地安下心来。睁开眼看到的就是蓝忘机紧绷的下汗，他鬼使神差地开口道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声线有些发紧，我在。魏无羡嘶了一声，真他妈疼啊！蓝忘机的脚步更快了些，一会儿就好了，别怕。魏无羡愉悦地勾了勾唇，轻轻往那股檀香气息里挪了挪，嘀咕了一句：“别跑那么快，颠死我了。”随后再次闭上了眼，伴着疼痛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魏无羡其实睡得并不沉，胃部的疼痛久久地散不能去，甚至变本加厉起来。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蓝忘机抱着他进了急诊部，又大概感觉到自己好像被抽掉了不少血，好像还做了一个胃部 CT。他一直睡醒，睡着的时候不大踏实，醒了又嘀嘀咕咕喊几声蓝忘机的名字，总能得到对方的一句“我在”或是“别怕”。再后来，他感觉到自己离开了那沾着檀香气息的怀抱，取而代之的是满鼻子的消毒水味。他有些不满，哼哼唧唧地伸手去找，却被一双温热微湿的手按住。他听见蓝忘机轻声道：“别闹，要打点滴。”魏无羡才不管打什么，执着地抓住那双大手，并向那个方向拱去，想要重回到被檀香包围的怀抱。折腾了几下后，他终于被人轻轻扶起，随后靠近一个坚实宽阔的胸膛，两只手也被牢牢按住。脑袋上方传来略带无奈的声音：“乖一点。”魏无羡心满意足地往那怀里钻了钻，不动弹了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胃部的疼痛才一点点削弱下去。魏无羡额间的冷汗也随之渐渐消退，呼吸逐渐绵长平稳，最后终于沉沉睡了过去。蓝忘机见他眉头终于慢慢舒展开来，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。他抬手将怀中人被汗水打湿的刘海向一边顺了顺，又提着这被脚向上盖了盖，随后另一只手探入被子寻到胃部，顺时针替他轻轻按揉。过去没几分钟，一个小护士敲门进来：“先生，这个是病人的检查报告。”蓝忘机接过，因为怕吵醒怀中的人，所以声音压得极低：“谢谢。”小护士看看病床上的两个人，脸仿佛有些红，说了句没关系，便走出病房，轻轻关上了门。不过蓝忘机并没有分神注意那些，他借着床头微弱的灯光细细看着手中的报告，眉头渐渐紧蹙。魏无羡觉得自己是被刺眼的阳光晃醒的，他有些不满地轻哼几声，眼睛刚睁开了一条缝，却又被光刺地闭上了。突然，他觉得自己的头被被子轻轻蒙住了，不禁一惊。还未等反应过来，盖在自己脑袋上的被子便又被拉了下来。他睁开眼，发现屋里的光线暗了许多。魏无羡扭头，发现窗帘被拉住了。再一转头，就看见蓝忘机从床头的保温箱里取出一碗粥，一边搅一边坐下来。魏无羡冲他笑了笑：“早啊。”蓝忘机回道：“早。”魏无羡揉了揉眼睛：“现在什么时候了？”8点多。蓝忘机舀了一勺子粥，一边应着一边就要往魏无羡嘴里送去。“哎！”魏无羡忙道：“我自己来吧。”蓝忘机没说话，视线转到魏无羡挂着点滴的手上。魏无羡大概明白了意思：“输着液就不能端粥了吗？我哪有这么娇气？”魏无羡在心里头犯着嘀咕。然而这话他并没有说出来，反而鬼使神差的点头道：“好吧，那你喂我。”蓝忘机伸着胳膊将粥送至魏无羡口中。魏无羡本以为会是那种淡出鸟的清粥，已经抱好了被难吃到愁眉苦脸的准备，可是一入口却发现米粒黏滑软糯，又好像掺了些别的什么酥烂的东西，
嘴里散发着淡淡咸咸的肉香气。味道虽然与魏无羡素日的重口味相差甚远，可是现下在病中还是让他眼前一亮。我的天蓝湛，这是什么粥？太好吃了吧！蓝忘机淡声道：大米粥，加了些苏打和鸡肉糜，太香了简直。魏无羡咂咂嘴，又张大了嘴，还要。蓝忘机复舀了一勺递过去，看着魏无羡啊呜一口将勺子含了进去，柔声道：喜欢就好。魏无羡一道：哪里有卖这种粥的？我怎么从来没喝过？蓝忘机一边问一边道：我煮的。魏无羡猝不及防地被呛住了。蓝忘机忙起身帮他顺着背，语气里仿佛带了几分责备：慢点。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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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。魏无羡顺了顺气，睁大眼睛道：你做的？蓝忘机见他缓和下来，慢慢坐下，垂眸道：魏无羡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：你认真的？你居然会做饭？蓝忘机：会一点。不是。魏无羡还是有点不信：那这大清早的，你上哪去做呀？蓝忘机道：这个病房带厨房。魏无羡哪里会不知道，这绝对不是有没有厨房这么简单的问题。如果只是一碗普通的清粥还好，可这碗粥里又是苏打，又是鸡肉糜，绝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搞定的。他看向蓝忘机，只见对方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，仍在一口一口喂着自己，内心深处不由泛起一丝久违的暖意。心下虽然疑惑，但看蓝忘机仿佛并不想说，魏无羡也识趣的没有去问。一碗粥喂下去，蓝忘机将碗拿回病房里带着的小厨房，吃了点东西。魏无羡只觉得自己的胃简直舒服的不得了。他揉揉自己的胃部，又弹弹斜上方的输液管，刚准备躺下继续睡，病房的门就被人打开了。江燕离提着一个保温桶进来，脚步很轻，见到魏无羡半坐着才快步走了过来。阿羡，你吓死我了，好点没有啊？魏无羡喜道：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江燕离是开学第2天回来的，当时他刚见到魏无羡的那一刻，整个人都呆愣住了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不由分说的拉着魏无羡就往江家回。后来在江家几个人的逼问下，魏无羡只得胡乱避重就轻的说了说自己这些年的去向，算是糊弄了过去。再往后，魏无羡便是和江燕离共事，顺便敲打自己的侄子金陵，他自己则受尽了照顾，日子十分和谐舒适。江燕离在魏无羡的床边坐下，略带嗔怪道：今早去了学校，看见你和蓝老师都不在，听了学生们念叨，知道出了事，这才给人家蓝老师打了电话，赶紧来瞧瞧你。后头的江澄斜斜倚靠在门框上，悠悠补道：瞧瞧你，准备给你收个尸。魏无羡向江澄翻了个白眼，并不打算搭理他。江燕离数落道：怎么不舒服了也不知道跟我们说，就自己硬扛着吗？